你知道我的眼睛在哪里吗？我不知道回家的路了，你看见了吗？妈。你看见我的眼睛了吗？怎么了，小马？妈有猫，我害怕。你做噩梦呀？不是的，我听到它叫了，就在床底。没事，小马，下面什么都没有，别怕，妈妈在。那这不是小黑吗？小黑，你咋在这儿呢？小黑，你咋了？哪个天杀的把你弄死了啊？我的小黑啊！这都第4只了，那个天杀的变态啊，抓到让你好死！4只了。那些猫就是招糟东西的，有小孩的赶紧搬，别怪我没提醒。他凭啥这么说？我没看见。妈妈，你醒着吗？我没看见，我没看见啥呀？别问我。好，你妈不问，不管真的假的，自己去问问。慢慢等大姨马上回来。到了，就这条巷子。好，谢谢。你上房就是这儿了。妈妈，你可千万别有事儿。问问就问问，不能再拖了。有人吗？请问买东西还是问事儿？你怎么知道？您这个脸色应该不是来买花圈的。小孩还活着，但是不安生，对吧？师傅，问事儿的。周静，倒茶。进来坐，问事儿里面说。这儿就是办公室。喝吧，热的。茶不怎么样，杯子是新的。陈先生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小孩嘛，做噩梦也正常，可他不是做1次。昨天说猫问他借眼睛，今天早上起来窗户边上真有脚印，你说这怎么解释？孩子现在在家？在我妹妹家，我妹妹守着呢。医生说低烧，可能是受惊，也可能是感冒。医院去过没有？这衣服是他穿过的。穿的，他睡觉前还穿着，后来发汗才换下来。身份证号或者户口本照片有吗？不用慌，慢慢找。猫死了几只？4只。业主群谁第一个说闹鬼？群里好多人都说。第一个。这个我得翻翻。我来吧。这人挺积极啊。谁？他说猫招东西。对，他还说我不该喂猫。张小满7岁，昨夜受惊。这个手呢？他怎么自己动了？看着。不是猫招东西，是有人拿猫招东西。那小满呢？你知道我的眼睛在哪里吗？我不知道回家的路了，你看见了吗？这小满呢？会不会？现在还没被带走，但今晚要去。天黑之后别让孩子下床，听见猫叫也别应。好，我记住。猫死了4只，我去。师姐，先查人。晚上7点，带符不带破煞。周静，晚上你跟他去。完了，那就去。罗姐，这就是你说的亲戚啊？对，我亲戚。先说好啊，看看可以，别在楼里烧东西，别敲门吓住户，也别拍视频发群里。这理解。放心，不烧楼不吓人，不发群。没发现什么该报警报。你这话我爱听。猫死了找物业，还做梦也找物业。猫死了4只了，你早管这后面的事儿了。都别急，咱们今晚就是来把事弄清楚的。哥，监控方便先看一看。这个碗是我放的，平时小黑他们都在这儿吃。别动。这不是灰，不是香灰怎么会在猫碗里？我没放过这个。监控真不清楚，楼道里面拍不到，能拍到门口就够了。真干坏事的人总得进出，你还挺懂。倒回去，慢一点。你看，就是这个，群里都说是猫魂，我看着也像猫。倒回去，慢一点。行。是谁呀？你们小区最近谁总说猫招邪？就是这里，早上我一上楼就看见了。看他往哪走？这是真的！别上来！师姐，先别说，监控里有活人。师姐，
师姐，你听见没？猫呢？师姐，查案子不是搞破坏啊，我的奖金没了。这个变态杀了多少只猫啊？够了，他们走不了。这是魂线，是魂线。人到楼下去了，线往楼下去了。你们认错人了，你去找到源头。是502，线接了502，就是这里，师傅，大概率就是他，不是大概率就是他。你们找猫啊？猫不是在这儿吗？你叫什么？你们不是会算吗？你们来晚了。师傅人呢？下楼。给帮忙！快给帮忙！小黑说他还有一只眼睛。窗户从里面扣着，窗台是干的，床底有爪印，东西不是从窗户进来的，是从他梦里进来的。你知道我的眼睛在哪里吗？我不知道回家的路了，你看见了吗？周行，封门。小满妹妹，哥哥实在帮他，不是打他。爷爷，他疼。谁疼？他找不到另一只眼睛，他看不见回家的路。我去。你留这儿，你现在看见那个人会把他打。刘哥，502租户登记，快点。502，租户姓名梁超，电话关机。要不我还是报警吧。你报警说什么？先找到能报警的东西。我就知道今晚没好事，至少你今晚不用写情书了。这门刚才不是关着的吗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不像人住的地方。你还挺专业，电视剧看多了。这什么味儿啊？什么玩意儿？全是网上抄的啊！他不是冲鬼去的，他是冲人去的。找到了，另一只眼睛在502。小周，你怎么了？梁超，你有病吧？定时消息吓谁呢？定时消息，这个总不能也是定时的吧？师傅，师姐，救命！你喊救命！有点害怕，不小心说的。但我找到猫眼了，快拿去给师傅吧。现在去哪儿？3楼，小满家。快点！师傅，找到了，拿过来。归位了。爷爷，小黑说谢谢你。慢慢没事。爷爷，小黑说他要带你们去找人。跟上，他带我们来地下室，人就在上面。他肯定在里面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师姐，哎，别过来，我录着呢。你们私闯民宅，那只猫本来就该死，天天叫，吵得我睡不着。你敢打我？你们完了，我要告你们。师姐，右边那也别落下。姑娘，警察快到了。陈师傅，你不拦一下？他有说。别打！起来！我错了！给谁认错？给你姑奶奶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错了，活该！再说一次，给谁认错？给猫认错！我错了！别打了！师姐，差不多了，先查验了。再打就是刑事案件了啊！妈呀，警察快到了！谁报的警？我报的，他在这儿。他打我！我要验伤！我要告他！502有他的作案工具，猫眼、猫尸体，还有一只活猫。他脸怎么回事？地下室太黑，我真没看清，灯太暗了。我要告你们！先带出去，里面人多。猫又不是人，我就是弄几只猫。今天保持秩序，你们都等着，我一个个告。哎呦，地上滑！地确实滑。都别挤啊！这个面杀的，把小鬼害成这样，你还敢说报复？我告你们！快带我走，警察同志，快带我走！
这算不算全凭积分？他活该。陈先生，谢谢你们，孩子退烧了。猫送医院，孩子3天别受风。姐姐，小黑是不是回家了？回去了。那他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回家喽。师傅，我今天身心都受伤了。服务钱出在门前，从你这月饭钱里扣。梁超这种人，算不算真的坏？欺负比自己弱的东西，还拿这个当本事，就是坏。猫院是人为的，人才是原罪。师傅，这一单有奖金吗？明早给你加蛋。就1个蛋啊！路过的。这名字还挺吓人的，好记。楼道莫言，结了。这俩花圈再不卖出去，颜色都要晒成粉的了。师姐，吃了没？我去阿婆那带份肠粉，给你带不带？你自己吃。我多带一份，万一你想吃呢？记我账上啊！大哥，家里老人走了，你怎么知道？袖口蹭了白，手上是新土，这2样凑一块，多半是刚送走人。前天走的，我爸。节哀，坐，先坐会。我就想问问，办白事得买点啥？白事这东西分2块，一块是真用得着的，一块是看心意的。先说真用得着的，香烛、纸钱这是基本的，白布、孝布得备，自家人带孝来吊唁的也得有，这2样别省。灵堂香火不能断，白蜡夜里要点，长明灯的话点7地线用电的也行。纸扎呢？纸屋、纸车那些是看心意的，不是必须。您要是手头宽，给老人扎个纸屋、纸车，图个安心，就别让人没毛病。您爸生前用惯什么，烧点他认得的就行。这个送您，他没住过别墅，您缺啥买啥，就可以那么不惯。我们这儿卖单样，回去给灵位旁边记一小段，图个安生。谢谢啊，小兄弟。师傅，账本放那儿。你最近都不下楼了，店里有事儿没事我下去干啥？店里有你们，我看着这边。这边有啥好看的？总得有人守着。这灯瓶就没用了吧？真要用的时候再弄，就来不及了。罗姐发微信了，她说送医院那2只都好了，她还领养了。灰猫叫灰灰，黄白话那只叫财财。财财这名字挺会过日子。比你会。买东西还是问事儿？罗姐介绍我来的。什么事儿？我妈最近半夜会坐起来，她会喊我外婆的名字。先问是不是活人瞎折腾？你外婆？可我外婆已经死了10年了。先进来吧，门口晒。你们这种事儿真能看？能不能看，得先听您说。您喝点水。不用了。倒都倒了。我妈她半夜一个人好好的睡着，突然就坐起来了，坐得笔直，眼睛睁着，可那个眼神不对，然后她就喊我外婆的名字，一声一声的喊。喊您外婆？我外婆10年前就走了。我问您几个事儿，您别嫌我啰嗦啊，我得问清楚，不然瞎给您出主意反而害您。你问。您妈多大年纪了？身体怎么样？没有？71，血压有点高，糖尿病。对，有糖尿病好几年了。她晚上睡觉房间里开风扇还是空调？风扇，她不爱吹空调。老人家床头有没有放手说睡前放杯水那种习惯？你怎么知道？您说说看。你看，这是那晚我今早拍的。师姐，你看看。这灰不是香灰，这是浮灰。风扇罩上那层吹一晚上，落得到处都是。可是水呢？水真的少了，我没动过。我妈她……你妈有糖尿病对吧？糖尿病的人夜里口干，她半梦半醒坐起来，摸到床头那碗水，喝2口又躺下了，第2天不记得，很正常。她自己喝的？发生事。那她喊我外婆，她明明只写个河水，怎么会半夜喊一个死了10年的人？您外婆的忌日是不是快到了？下个礼拜3。你前几天是不是白天提过外婆？我提过，我跟我妈说过，我外婆忌日快到了。那就对了，她不是撞邪，也不是谁来带她，她就是把这事儿记在心里了，她是想她妈了。你先带你妈去医院查个血糖，先查血糖，先看身体。给你3炷香，回去先拜一拜你外婆，再把香灰带一点，心里踏实。不是鬼的事儿，你该怎么做，心里有数就好。多了不要，香多少钱就收多少钱。谢谢。
请问钱守一先生在吗？林总家有位小姐身体一直不太好，医院看过不少，都没什么起色。我们也是多方打听才找到一膳房，费用方面好谈。我上去问问师傅。楼下来了位有钱人，开了台大牢，家里小姐在医院看不好，钱给的多。我不去，你们姐弟俩去，东西我给你们备好。师姐这可是老二，坐稳，别乱碰。这扇门不对。两位，请进。就这两位，陈守一呢？我师傅今天有事儿，让我们俩来。您要是非他不可，我们现在走；您要是想今晚就看您女儿，就让我们看。请二位上楼。我女儿叫林若晴，你们可以叫她小名晴晴。知道了。有潮味，想和你。闻到了，别说话。晴晴，你冷吗？冷，拿着捏紧。现在不冷了，谢谢姐姐。爸，好神奇，我不冷了。谢谢。半个月前开始的，她半夜会自己起来，换一条红裙子。裙子是她的吗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。她会坐到镜子前梳头，头发是湿的，地上也有水，嘴里一直念门怎么还不开？那扇门不知道，她就说那扇门。晴晴，别怕，我只是看一眼。这个你不是小姐。许曼，温州，那东西似乎不是冲着晴晴来的。林总，你认识他吗？怎么会是他？不可能啊！不可能啊！若晴这边有师姐先守着，林总，我们楼下谈。林总，刚才镜子里那个女人，您认识？认识，她叫许曼，以前是我们公司的财务。她人呢？死了很久了。这种事不能只看鬼，得看人。人不说实话，鬼就不会走。晴晴出事之前去过哪些地方？学校、商场、公司，都是平常去的地方。还有吗？他还去过地下室。先说地下室，地下室里有什么？没什么特别的，老房子搬来的杂物，旧柜子、椅子、灯，几箱文件，就这些。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。那您说说许曼。我只记得他叫许曼，是财务，后来离职了。离职以后，您还见过他吗？没有，真的没见过。好像来过一次，那晚下很大雨，我没有认出他来，没有开门。后来就听说他死了，好像是车开到湖里去了，淹死了。我大概知道原因了，带我去地下室。这个箱子最近被打开过，可能是若晴乱翻的。这上面的感觉和晴晴身上的一样，她的东西怎么会在您家地下室的箱子里？看来林总隐瞒了不少事儿啊。罗盘指的不是箱子，是门。这是不是许曼当初来敲的那扇门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这个门必须是您来打开。对不起，我隐瞒了。那天我知道许曼来敲门了，可是我没有开。我答应过他，这次傍晚我就离婚娶她。可那晚若晴妈妈就在房子里，我不敢开门，也怕事情败露。是我害怕。这个话一会儿你和他说，先把门打开，这门必须他自己开。欠下的事儿，别人替不了。站稳，别退，醒醒，门已经开了，别躲。这是我的错，我承认，但是晴晴是无辜的。
所以更要把他请出来，把话说清楚。师姐，下来，调引魂。不能打散，他不是乱害人，是被困住了。拜他，师傅怎么知道我们要用这个？先做事。没摆供桌，直接在地上铺红布，等会儿所有东西都放这上面，红绳围起来就是划出一块地方，他在里面处理，其他人不要进去。4个脚丫从前是把这块地方稳住，免得等会儿乱，别靠近。红绳口对着旧门，是给他留路，他只能从这边过来。点香是先告诉那边我们要请许曼回来，水碗是给他留的位置，百米等会儿铺路，红裙和工牌都是许曼的东西，摆出来就是告诉他叫的是你，没叫错人。灯放在旧门前面，他出来以后看见灯就知道往哪儿走。别靠近，名字写清楚，是怕叫错，也怕不该来的东西跟着来。百米从门口撒到灯前，就是给许曼铺一条路，让他能走过来。这把剑不是砍许曼的，它是防别的东西混进来，也防林建成吓得乱跑。你别踩，线别跨，不然他来的路会乱。别靠近。路有了，线也画好了，下面该让林建成站到该站的位置。点3支香就是先打招呼，今晚要请许曼回来问话。铃一响就是告诉大家开始了，谁都别乱动。红绳里面是司业处理事情的地方，其他人靠近就是添乱。许曼请你回来，把你和林建成的事当面说清楚，互相干的都退开。司业这句话是先把没关系的东西请走，今晚只叫许曼。这盏灯就是路标，灯亮着，许曼才知道往哪儿走。许曼看着这盏灯，认得这些旧东西，就到这里来。蒲烧成灰落在口子上，就是把门口那条路接到灯前，别靠近。许曼，路已经给你铺好了，门也开了，现在过来。站在这里，面对旧门。林建成必须站在线后面，前面不是给活人站的。灯灭之前不许跑，不许叫，他来了，你自己说。我只能看住现场，线的话只能林建成自己说。别过去。灯自己变亮，就是许曼到了。水汽顺着米路过来，就是他正在走过来。他停在线那边，说明线拦住了他，也护住了这边的人。到这一步，没人能替林建成说，他只能自己开口。别靠近。许曼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不开门，我不该骗你，我混蛋。晴晴是无辜的，请你放过她吧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永远冲我来吧。他听到了，但听到不等于原谅。他没有点头，也没有说没关系。有些事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还清的。他不是被赶走的，他是听完以后自己走的。话说清了，他能走了，但死掉的人回不来了。灯灭了，就说明他走了，这件事才算结束。别动，还没完。把红绳口系上，就是把刚才开的口子关上。红裙和工牌已经只是旧东西了，收回箱子就行。把米扫回来，就是把刚才给他铺的路收掉。事了了，回去吧。小姐，小姐，你脸色好多了。爸，我刚才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没事了。二位师傅，非常感谢，一点心意。林总准备了100万，算是今晚的心意。林总客气，林家估计这会儿才真信我们不是来装样子。刚才我态度不好，二位别往心里去。今晚这事儿，林家记着。林总客气了。周先生、四叶小姐，今晚是我之前眼拙失礼了。没事，您这行看人，我们那行也看人，都一样。周先生、司女士，我以后要是有事儿，能去一膳坊找你们吗？一膳坊就在那儿，想来就来呗。有惊无险，回家喽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。你才是狗。师傅回来了，吃了没？没，锅里有粥，热一热。什么鲍鱼燕汪、鲍参赤足的，还不如我的粥好喝。还是师傅这口粥顶用。那个姓林的也真是，只给钱不给饭，我快饿死了。慢点吃，饿死鬼投胎啊！他就是饿死鬼投胎。林建成给的。100万，师傅你看一眼就知道多少钱。是的，林若欣的救命钱。师傅，你现在就算账？不算清楚睡不着。100万都拿回来了，还急这一会儿？钱越多越不能糊涂。
这一笔是什么？许曼的，给他阴司路上用的，这也要算？人家在人间等了16年，下面该给的都不能少。我们送走许曼后，林若晴当场就醒了。她说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什么是她的事儿，我们的事儿做完了。师傅，许曼没原谅他，这事儿好像没完，不是没完，是不归我们管了。可是，周姐，鬼的账我们清，活人的账我们不替他做主，明白了吗？知道了，师傅。他会有报应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不知道，但总会有的。师傅不写没把握的话，账本里能写许曼已送，林若晴无恙的，就是真的送走了，也是真的没事了。师傅，你怎么连这个也记？一善坊名字里有个善，人也好，鬼也好，到咱们这儿能送一程就送一程。3楼6号马亮已经欠了2个月水电费。喂，大半夜的，什么事儿？周小哥，救命啊！我感觉我好像遇到脏东西了。你先别扯那些，水电费也该交了。行，明天见面就给你，你一定要救我啊！醒了没？欠2个月水电费了。周小哥，下午才来收啊？上午你也不开门，昨晚不是还给我发消息说外卖箱有怪味儿？就你来，就我。思妍妹妹没来，在楼下。怎么被打怕了？别乱说啊！我那次就是开个玩笑，你管对我师姐吹口哨开玩笑？我哪知道她真动手啊！活该，她没把你牙打到算你命。行，你进来，我错了，别喊她上来。放心，她要真上来，你们也挡不住。洗了几遍？3遍。洗洁精、84、除味喷雾都上了，没用。白天淡，晚上重。昨晚一打开，味儿一下冲出来，顾客当场给我差评。什么味儿？就白粥加豆腐乳，不是臭就是怪，像放了很久，又像刚从箱子里冒出来。这鞋印你的？不是，我穿的不是这种鞋，昨晚回来就有，我没注意，他停在门外没进来。谁？你先告诉我，白粥豆腐乳你送过没有？送过。第一次接这单，我还以为平台出错了，现在谁点外卖还给现金啊？不都是手机付吗？备注写的死，铁门右边小门放门口，敲2下，门没开，钱真出来了。钱是真的，单也算送完了，我就没多想。见过人吗？没有，门从来没开过，那钱怎么给？门缝里塞出来，5块10块的零钱刚好够。电话打过没有？没打过。单来了我送，钱出来我拿，就这么回事。男的女的？不知道，听都没听见过声音。最近一次真送到门口什么时候？3个礼拜前。后面的呢？后面的我没真过去。你点完成了？我在附近拍了张照就点完成了。那地方太黑，我真不敢进去。钱呢？钱还是来了，你没送到，钱还是从门缝里出来，所以我就继续接了。最近一次收到钱什么时候？昨天晚上。在哪儿收的？我回来时他压在我门缝底下。你房门？3楼6号，我自己门口。钱放着，别用，别动。周小哥，你别吓我，我没吓你，我也不想碰他。你今晚留在房子里面。好的，周小哥，那下单的到底是不是人？我还不知道，那我怎么办？门关好，钱别动，等我。门槛那个鞋印，旧解放鞋，黑泥带机油。他没进来，说明不是害人。停在门口。他找的是他还是那笔外卖？现在还分不清，单子记录有2个多月了，最后一次真送到门口是3个礼拜前。后面几次他只在附近拍照点完成，没真送过去。钱呢？钱还是来了，昨晚还送到他的房门底下。人可能死了，一个人住在废弃崩房里，3个礼拜没人把餐送到门口。先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。那今晚我们过去看。看可以，别乱动。我知道，你知道不算，我要你记住，发现人死等警察处理完一善房的事儿，在那儿报警。好，别让人家死了还被你们当成鬼事儿处理。明白。再者，用不用是另一回事。师傅你不去，马亮带路，你们去。方法是现实的事儿，先把现实的事儿办了。还有那个鞋印，门口留下来的鞋印还有一些机油味儿。进屋了吗？没有，小英就到门口没往里面走，至少现在他被门槛挡住了。那把零钱别用，放着，回来再处理。好。周小哥，思叶妹妹，你也来了。别套近乎，先说正事。我没动钱，真没动。你们说别碰我就没碰。那就好。那把钱先不能动，也不能花。那放哪儿？找个袋子装起来扎好，放着别碰。这钱是不是不干净？你现在才问这个，
装起来，别用，别数，别拿去买东西，这样行吗？回来以后再处理。今晚你带我们去放放，导航不行吗？你是不敢去，还是不想去？这次只是没进门，下次呢？马亮，我能帮你看这一次，不可能次次替你收尾。我带路。真要现在去啊？带路。不然等天亮，出了巷子，线还是正常路，越往南走，路边的厂房越旧。还有多远？快了，再往前就是。灯也越来越少，向城里把这一块忘在后头。就从这儿进去，前面就是了。就前面了。旧工房。以前我就是从这条路进来。这些是你放的？有些是。前面几次真的送到的时候，我就放那儿。小门在哪儿？铁门右边那个小木门，你以前就放门口，敲两下。放下，敲两下，等钱出来。不对，怎么了？打110，报警，打110，让他们来。我怎么说？就说这个地址很久没人接应，你长期送餐过来，怀疑有人在里面出事了。周小哥，那个人是不知道，都要报警让警察来确认。你好，我这边发现一个地址很久没人接应，姓钟，以前是这边厂里的老员工，厂子废了以后他一直住这，黑组呢，平时也没人定期来看。周小哥，如果我坚持送进去，是不是早就发现了？就算每次送到，你也把餐放在门口，不敲两下。他不开门这件事不全是你的错，但也不是没有你的事儿，这个你自己清楚。怎么了，周小哥？钟叔，他喜欢吃白粥和豆腐乳，我只知道这个。我想给他送最后一次，这次我送进去，一定要让他吃到。白粥、豆腐乳，我陪你去。好。陈师傅，钱都在这儿。知道了。还有事儿？没了。上楼歇着，这钱不用你管了。活人的钱换成死人钱，再还给你。师傅，这个是钟叔的，真钱不烧，换纸钱还他。下楼看店。好。统房那单1分钱没收，不光没收，还倒贴200出头。账没错就行。您就一句账没错。有些单不收钱，早跟你说过。您没说连耗材钱都得搭进去，死人没家属，活人没请我们，找谁收？但你这页不是公账。早餐那次算了，去把门口花圈样品修了。师姐，你觉得这行做得下去吗？做得下去。倒贴钱还被人当神棍，你不觉得亏？亏不亏，师傅会算。他们是真的去了什么地方，还是就散了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能送的送，能劝的劝，拦得下的就拦。不是那回事儿，我也没说是那回事儿。马亮那个单子以后还会来吗？不会了，账清了。他那个外卖箱的味道呢？没源头了，多洗几遍，自然就散。师傅，我问个正经的，那晚点了一节白蜡，算灯油钱吗？白蜡不是灯油，供放房的东西算公账吧。师傅英明，再多一句，俘虏记你账上。师傅，不是钱的账，这些案子我们帮的是他们还是那些活人？都帮了，该走的走，该安的安，我们帮的是他们。活人的账活人自己还，我们不替他躲，也不替他判，账还结。这里面这么多人，师傅写这个就是真的写了。睡了。你别打野了，野怪看了都成废纸。我刚才是被针对了，不是菜。你0杠8，送了8次。那叫帮队友探视野。伸头。别，师姐，手下留头，我出去透口气，冷静一下。我真出去透口气。对不住，您没事吧？先生您好，来看看兽医还是法式重品？兽医，我爸的。别问太多，我要的东西一会儿你们就懂了。就照这个做，钱不是问题。师傅，您来看看，这是化纤的，料子越亮越好看，这个不能做。我说了，钱
钱不是问题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我爸这辈子吃过苦，我想让他走得风光点。老规矩，寿衣不带化纤。什么年代了还讲这个？民间说法叫化钱，听着就不吉利。这是其一，礼仪系。你要是只听到这儿，当然觉得是迷信。其二才是实在事。其二，化纤烧不透，会缩会粘，粘进骨灰里清不干净。亮片更麻烦，金属烧不化，留下来的全是碎片。其三，烧化纤会有不太好的气体，炉子密闭，工人天天在忙。您要真孝顺，别让人替您把设这份罪。这别的店肯定能做，您要找，随时能找到。我们这儿不做这个。先生，您是不是心里还有点别的事儿？您坐，先别急着走。谁？我跟我爸这10年没怎么说过话。我18岁出去打工，嫌他修自行车丢人。后来我有钱了，回家次数反而少了。今天早上电话打来说他人没了，我没让他穿一天好，最后这一程，我想让他风光点。所以您不是想给他买衣服，是想补这10年。您父亲生前最常穿的是什么衣服？一件深灰色中山服，旧的，领口都磨白了。他常穿，一年四季都穿，热了敞着，冷了里面加毛衣。您想的是风光，可老人家认的可能就是那件旧衣服。给老人办事儿得想他认识，就这件洗过，我妈以前洗的，后来一直压在柜子里。领口破了。还有袖口，能补，比那张图合适。她以前修车就穿这件，那就这件，这样就行，这样就很好。旧衣服不怕旧，怕的是送错。擦一下。那效果图撤了吧，撤了。旧中山衫整理180，我可以多给。不用，师傅，他刚才非要多给点，您怎么没收？该收的收，不该收的不能收。他给的不是衣服钱，他想给的是让自己睡得着的钱。他不是在给他爸买衣服，是在花钱买自己好过。能睡得着是好事儿，但不能拿钱糊过去。我妈出殡后，家里一直有指挥。小雨梦见她，说没钱，没买路钱。你先别急，把事儿从头说。视频传到亲戚群了，都说我妈回来取钱，他们都说收到了，但后来又出事。第二天，大哥家照片前又有指挥，扫了还会再有。第三天，小雨书包里也有烧焦纸片，不是我们烧的。第4天晚上，他梦见奶奶站在火堆旁边，说了一句：“钱不在这。”给我看看。这是前天晚上我妈出殡后烧纸拍的，你们看右边。火大，热气卷灰，手机也拍一压，拍成这样不算稀奇。他没进圈。没进圈？如果是取钱应该进去，他一直在外面绕，他在找口。你们烧纸的时候，地上画圈了吗？画了，我大哥画了一个整圈。有没有留口？没有，他说圈严点，别的东西抢不走。严是严了，你妈也进不去。纸钱上写的什么？陈母粮食收，我大哥让纸扎铺写的。你妈叫什么名字？梁桂枝。难怪她绕圈，陈母粮食不是她的名字，那是她在你们陈家的身份，她自己的名字叫梁桂枝。他认不出来。先别急，听我说完。你在路上看见一个快递，上面写隔壁陈家的老太太收，你敢拿吗？你不敢，因为那不是你的名字。逝者也一样，名字不准，钱到不了手里。我妈这辈子在家里谁都叫她妈奶奶老陈家的，我自己都快忘了她叫梁桂枝了。那这次把名字写正，不是妈，不是奶奶，她自己的名字。梁桂枝，她叫梁桂枝。老家呢？她生前最认哪？清河镇小杨树湾村。她年轻时一直住河边。把你大哥、小雨还有能来的家里人都叫上，傍晚去上次烧纸的地方重新烧一次。小师傅，您看，就是这里烧的。你看，圈是闭合的，我哪知道还有这规矩？不知道就问，名字没写对，口没留，纸钱烧一车也到不了他手里。别急，这次重新来，口要留出来，口朝水那边，他认这条路。名字、来处写明白。这不是写给谁家的妈，是写给梁桂枝本人。梁桂枝，清河镇槐树湾村人。妈，你拿着。
他在梦里找过你，你喊他听得见。太婆，名字杨桂枝。杨桂枝，太婆，杨桂枝太婆，好了，你们打！就是他，是不是就是这个？别当口。让他进。太婆，他收到了。你收到了就好。妈，一路走好，一路走好。我连我妈的名字都没写对。大哥，妈收到了，这就行了。一个人喊不够吗？不是不够，一个人是一条线，一群人才是一张网。那没人喊的人呢？没人烧纸，没人记得名字呢？那就走不了，一直在外面绕。收到了，收到了。圈留了口，名字也写正了。他从口那边进来的，拿了钱就走了。这个案子就是一个名字的事儿，不是名字的事儿，是有没有把他当一个人看。人活一辈子，名字不能忘。小姐，我们店叫一善坊，城中村巷子最里头做白事儿的。平时来的都是附近街坊，直到那天巷口堵了2辆库里南。陈守一先生在吗？在，问事儿。我是谢霆，有人介绍来的。来大哥了。这是预取款200万，事情办完尾款另算。先说事儿，钱后面再谈。我弟弟谢明半年前开始不对，一开始就是睡不好，瘦得很快，人也没精神。半年前开始，先是瘦得很快，吃什么都没用。后来晚上他一个人在屋里跟人说话，可屋里就他一个人，保姆吓得辞了2个，监控也看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他要是真出点什么事儿，半年前宅子里有没有什么变化？动过什么？换过什么？有没有陌生人来过？没什么变化。他说弟弟的事儿，急是真的，心疼也是真的，但这句不是真的。陈先生，这单您接不接？他们去，我留店里。今晚能出发吗？今晚就走。真要破就吹2声，吹了有用，能给你3秒逃跑。谢家的老宅比我想的安静，不是没人住的安静，是有人住却没人敢大声说话的安静。你也觉得闷？怎么了？先看人。英子，人来了。你们是陈先生的人？我叫周醒，他是司业。我们先看情况，不动你，别怕，包里东西不是冲你来的。我一开灯看，就觉得屋里有人走，可我知道没有，他在。夏总，你刚才说半年前宅子没什么变化，我知道的不多。我弟住这边，我不常来。这锁不是我的，我哥带过人来，说看风水，那人进过这间屋。你闻到没有？粗心。这门得开。我先看。里面是什么？别进去，别碰，把您大哥叫来。这事儿得报警。怎么回事？名字也出来了。谢先生，这间屋子麻烦您看一眼。什么屋子？不可能！哥，你知道，我没想害名字命，我就
就是想让他把地让出来。我找了古大师，他说能押名字的运，不伤命，泥人是他让我埋在天井底下的。那天他进去收尾，后来没出来，我不敢看，就把门锁了。明的，哥对不起你。大哥，地皮的事以后再说，今天先把那个东西弄走。出租室的事按规矩走，今晚我们只处理外面那只。需要我们做什么？人都在屋里，别乱走，别偷门里的东西。都不要出来外面。人命的事儿走人命的规矩，这个东西今晚必须办。圆圈画好，他跑不出去。铜钱定位，镶手脚，灯引路，12枚铜钱，1枚都不能少，少1枚圈就不稳。师姐，圈好了。开。我说一遍，谁都别出来，你们也一样，别逞强。他一个人行，他不行，你们出来也没用。那我呢？你待在门里，他要的就是你。煞不是鬼，鬼有名有来处，煞没有。煞是邪术养出来的东西。他不怕破煞剑。不是。事后我才知道，师姐不是砍不动，她是在找合。煞里有合，砍中合一刀就散，砍不中，砍100刀都白搭。师姐，剑有效，他学聪明了，正面打不过，就两边夹。小姐，你他妈！师姐，先别管我了，他要跑了。能补吗？能。剩下的我来。天有新歌，地有罗网，阴阳分派，邪不侵阳。凡属凶鬼，扰人祸乡，无成天地，直刃相抗。都快出来！一斩其形，2断其殃，3消一气。有必有他。没了。好了，可以出来了。真的没了，没了，别踩沿线，从边上走，我自己走。谢谢，我谢明这条命，今天是你们给的，谢先生别这样，起来说。我会按规矩处理后面的事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那把剑叫什么？破煞。保镖这种人见过硬场面，能让他主动问一句的不多。打过的盐不能乱扔，沾过东西得带回去处理。1、2、3，齐了。铜钱12枚，1枚不能少。这些都要带走，能带的带走，不能留的不能留。东西走了，痕不能留，不用。伤了，没事，碰了一下。储物室那边呢，没碰，人也拦住了。谢挺会按规矩报，活人的事儿别替他们藏，也别替他们办。院子里的办完了，上楼。现在，不然等它长根儿。是什么？糯米糕，拔那口阴潮气。
轻点。疼就对了，不疼才麻烦。我为这个家流过血，没流血别乱记账。现在又来了，陈先生，后面的事儿都按规矩办了。警方来过，储物室里的人确认是谷大师，谢元也被带走了。活人的事儿让活人那边处理，一点心意，谢明让我一定带来。祭祀除邪，师傅，这个能挂门口吧？多有面儿。挂里面，门口挂这个，街坊以为我们涨价了。也是。昨天200万，今天再补688，凑888，图个吉利。那我就感谢谢总了。这两个给2位年轻师傅，支票一人100万。公账，师傅，这是给我的。吃店里的、住店里的、用店里的服、背店里的包，你哪来的私账？师姐，他说的也没全错。谢总放100万支票，账会记清楚，我信陈姐，我连票面都没看清。昨晚那个谷大师养煞的手法，我10几年前见过。师傅见过，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伙邪术师。养煞是他们里头最不入的人干的最不入流的活。不是吧？谷大师那样的还算最差的，比他厉害的多着呢。那晚我才知道，江湖上还有更大的事。大爷，香就这3柱，够了。他也不讲究这个，给谁烧？给我老伴儿，走了1年了。后生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帮我参谋参谋。我家那台老收音机最近每天半夜12点自己响，那收音机是我老伴以前用的红灯牌，70、80年代的。这段时间每天夜里12点他自己就开了，自己开。我跟他说话，他还吱呀2声，像是在回我。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他回来了？今晚我们去看看。李大爷住在老宿舍3楼，走廊窄，墙薄，屋里却收拾得很干净。就是这台。他以前每天晚上都听这个，我没拔电，就当屋里还有点声。大爷，他每晚都准点。准，比我年轻时候上班打卡还准。那咱们不急，等他自己响。他要是不响，你们别笑话。老赵，是你吗？你听见没有？他回我了。我听见了。我先看看，不动坏，你看吧。那不是法器，就是一把出门顺手带的小螺丝刀。这个零件卡住了。FM 87.6，午夜怀旧金曲。大爷，我看明白了，定时开关坏了，卡在12点，每天到点它就自动开机，放的是本地 FM 87.6，午夜怀旧金曲。刚才那2声是旧喇叭和信号杂音，不是他在应你。我知道，那你还来找我们？我干过电工，那指针歪在12点，我早看见了。我就是想找个人让我亲耳听一遍，自己猜还能骗自己，别人说出来就死心了。那几秒钟，这个屋子不是空的。赵阿姨真能回来，也不能蹲收音机里吧？那玩意儿多小，蹲不下。你想赵阿姨就点炷香，说2句话。收音机响不响，不耽误您点。老赵，今晚还听歌啊？这单真没挣钱，没闹鬼，收什么大钱？一个人守着坏收音机听了1年，比闹鬼还瘆人。不是瘆人，是难过。他早知道，就是想听别人说出来，听人说破了才死心，死了心才能往前走。你刚才是站着不动让人打的。我技能飞地，打下都能死，菜就多练。我不玩了。點解？杨姨，今天不是初一15啊？我唔是嚟買香㗎，係我個仔出事啦。阿傑在宏基電子廠上夜班，這幾天整人都不對。他說什麼了？廠裏夜裏有人叫他名字，叫得好清楚，不敢認。廠裏是不是只有他一個人聽見？唔知阿傑，廠裏這2年
好多人走咗，有的辭工，有的就聽講有兩個重新開電話佢。杨姨，你先回去，今天我去看看。現在麻煩你了。电子厂那边夜里总有人听见有人叫名字，什么时候去？今天下午。清神符3张，铜钱5枚，红绳1根，这么全。听见叫名别应，有人应了先把人留下，具体怎么用你自己看着办。你们真的能看这个？先说情况，具体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事儿别在门口大声说，一般是晚上11点40左右，就在天台通道那边，像是认得你很久的人在叫你。出事的人都是往天台走，那2个我都认识，一个平时还一起打饭，天台通道一直开着。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说法？好像是有个阿姨在那边出事了，具体我们新来的不太清楚。今晚我们留下。2位是做这行的？锁换过，怎么没锁？就这儿，看得见出口。说真的，我在这厂10几年，从来不信这些。2年前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？自从那以后，厂里不太对了。你们俩是夫妻还是兄妹？是姐弟。11点35，快到点了。关耀祖，公婆听我说病啊！来了，我这就来。关耀祖，按住他，别让脚出去。快！清神符压住，铜钱定5方，红绳圈脚。来了，我来了。关耀祖，他还在叫。不是乱叫，他认识他。关婆，2年前到底是谁出事？我感觉不是我自己在走，是有人在拉我，拉得我没法不走。刚才要是晚一步，你已经上去了。他认识你。他不挑人。谁的名字被他摸到就叫谁。今晚为什么先叫关伯？他先进通道，离得最近。也可能他本来就认识他。2年前那事儿，您真不知道。2年前是出过事儿，谁出事？一个小伙子黄志强，后来还有个苏阿姨也没了。有点思路了，今天再去找人确认一下。今天去找谁？先去食堂和资料室，再去找麦主任。阿姨，问您个老事儿。 2年前是出过事的，一个叫黄志强的小伙子在填压车间被机器压到了，那时候厂里压得很紧，谁都不敢多说。后来谁担责？后来有个人背了，后来责任落到苏念奴身上。处分文件下来的前一晚，他就在天台通道那边没了。天台通道。 连上了，快点看，别让人撞见。这台机器事故前就报过修，报过不止一次。记录呢？后来找不到了。麦建国，那都是老事儿了，厂里早处理完了。麦主任，那台镇压机后来修了吗？修了。事故前报修过吗？ 我记不清了，他不在，什么时候走的？他说听见有人叫他名字就出去了。什么时候？
刚刚没几分钟。天台， 11:38。还来得及。安姐，别硬。阿杰，阿杰，就站在你耳旁边，过来。阿姐，不要回应啊！阿姐，别动！你差点掉下去，声音特别爽。我以为是我同屋，我没想别的，就觉得该出去。这个不许摘，这能管用？管一阵儿。现在大半夜的，现在。刚才谢谢你。没事就行。找麦建国。这么晚，麦主任能进去说吗？你们这大半夜的是要今晚11:40，阿杰差点掉下去，天台。进来吧。2年前的事故，那台冲压机，你这些东西从哪来的？合法渠道，您不用操心。您只要说这台机器事故前是不是报修过。苏念提不是没解释过，他写过陈述，也签过整改意见，但处分文件还是落到他身上。今晚要不是这俩人，我就掉下去了。还要死多少人你才满意？坐下吧。那台机器早就坏了，我把故障记录抽走了一份，又让人把苏念记当天的检查记录重新填了，把责任挂到他头上。我跟他没仇，我就是想着他平时老实，话也少。您欠苏怡的不是钱，是一句真话，敢不敢亲手写一遍，签上您自己的名字？笔，我去拿笔。能听见吗？能听见。今晚子夜，天台见。这张我拿走。今晚他再说听见什么，捂他耳朵，别让他出门，天亮前别松手。师姐，今晚子夜，天台见。苏怡等了2年，该让他知道了。碗、筷子够了吧？碗、筷子、蜡、香、认错书、指人，够了。师傅说替身别画脸，免得认错人。天台没风，香烟直着往上走，还有2分钟，再等12点。苏怡，我叫周醒，是一善坊的，这是我师姐子夜。麦建国栽赃给您的事儿，他认了，白纸黑字，亲手写的。这张认错书我们烧给您，不是替他求饶，是还您一个清白。今晚厂里有个男孩叫阿杰，差点也走上来了，被我们拦下了。他们都是您留下来的怨念害的，我们知道。这是替身，替您留着。您该走了。丢人上天台的不是完整的苏念楚，那是他死后留下来的怨念。怨念和魂已经分家了，怨念害人，怨念不消，他的魂也走不了。所以这2年他留在这里，黄志强也留在这里。师傅没让我们打散他，因为他早就知道这事儿不是靠打散能解决的。咋了？苏怡，那不像突然冒出来的人，更像天台本来就有一块夜色，慢慢站直了。黄志强出事那天用的是那台早该修的冲压机，苏怡不是没说过，他写过陈述，也签过整改意见。可麦主任抽走了故障记录，又让人重填检查记录，最后黄志强的死还是成了苏怡在天台上等了2年，黄志强在下面也等了2年。
等他清白。黄志强，让他们自己来。我没见过黄志强，可这个名字叫出口时一点都不陌生。他们不是仇人，隔着2年，隔着一份被改过的记录，都不知从哪开口。这一次不用谁替他们说话了。走了。走了，师姐，今晚就这么结束了。本来就该这样。哥，昨晚成了，以后晚上不会再有那声音了。红绳今晚之后就能摘。这个你拿着，我跟室友几个凑的，不多，4个心意，1半就行。你们刚出来打工，挣的都是辛苦钱。麦建国那边的事儿别多管，让他自己走。账本上写着苏念地以清白以送，黄志强以送。旧账页角落里还有一句话，清白2字，欠不得，赖不掉。看账本别看那么仔细。阿杰发消息来了，说什么？麦建国的事儿，最后是几个老工友联名写了材料递到厂区上头了。麦建国被调为管理岗，去了一个不带人的后勤岗位。黄志强和苏念地的家属后来也拿到了一笔补偿，比2年前多了不少。一事了了，活人的事儿，活人那边慢慢算。我朋友说你们这地方真能看这种事。能不能看，要先听您说清楚是什么事儿。最下面一层最近总多出一双球鞋。同一双回来还是换一双？换一双，都是穿过的破旧球鞋。我扔了3次，第2天还会有新的。我现在每天开门前都不敢先看鞋架。我一个人住，最近总觉得家里不对。我妈说是不是有人死在附近缠上我了，我晚上灯都不敢全关。先别往那边想，您这鞋每次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早上我一开门就看见了。最近半个月小区有什么风言风语？群里有人说最近有个陌生男人在小区里晃，老盯着女孩子看。这事儿先别往鬼上想，鬼不会每天给你换不同码数的旧鞋。人放的。今晚手一下就知道。这个位置监控还真拍不到。别出声。还真有人放。不是头。那是干什么？上去问。谁呀？你好，我叫思叶，这是我弟周喜。对门那个姑娘最近被鞋吓着了，托我们过来看看。鞋？门口那些旧球鞋。哎呦，误会啊！我不是吓他。小区群里有人说楼下那个男的经常尾随单身姑娘，我也见过他，老盯着女孩子看。我怕对门那姑娘出事儿，就想着门口摆双男孩的旧球鞋，多少能吓着他。我儿子不在家，这些鞋反正也没人穿。我看那姑娘下班晚一个人住，心里不踏实。门口有双男孩的大鞋，外头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看见，多少会掂量一下。我追不上也打不过，没别的办法，就这点本事。你们要告诉他是我做的。得告诉他，不然他天天以为家门口招了东西，睡不踏实。他该知道谁在护他。楼下那个人先留证据，再来就报警。那你们帮我说，我嘴笨。所以那不是鬼？不是，是黄姨怕您不安全。我不是想吓你，我就是怕你一个姑娘。阿姨，谢谢您。我上夜班那几天还能摆吗？能，你晚了就给我发消息。师傅，这单不是闹鬼，但是也没收钱，邻居互相照应，你也要抽成，我就问问。鞋不值钱，人值。这也入账，没收钱也算一笔事儿。师傅，我受不了了，求您一定要帮帮我。您先坐，慢慢说。做不了，我一闭眼就听见厂里头有人，每天凌晨3点准时敲墙。我跟我老婆刚搬进去不到1个月，天天凌晨3点醒，
您说墙里有敲墙声，客厅那面重长墙，嘟嘟的敲，像人拿指甲抠水泥。我老婆现在不敢一个人在家。墙面还有别的吗？这个污渍是这几天才渗出来的，越往后渗得越深。今晚我们过去看看。地址？房子是老破小翻新的，墙是新刷的，味道也是新的，可那片暗红不像新东西。没动静。现在没动静，不代表3点也没动静。你们先进卧室，别在客厅守着。我们能帮上忙吗？别出来，就是帮忙。听见什么都别应，门也别开。来了，声音不是打响，是抠响，一下一下，像有人只剩最后一点力气。压吗？先别。怎么说？红绳没断，铜钱没弹，连线也没散。这动静很弱，不是冲人来的。没了，真的没了。暂时压住了，但这不是治本，得查清楚墙里到底是什么情况。装修公司和负责人电话给我一下。杨先生那套房是老李那个队做的。是，前阵子是不是少了个人？老王，泥瓦工，50出头，老王干了一辈子的活，最讲有头有尾，不像会半夜跑路的人。老王家里不宽裕，儿子还在读书，他天天算着工钱给孩子交学费，那他更不该突然走。所以大家心里都犯嘀咕，老王这人活没收尾，钱没结清，他不会走。老王失踪那天的工资条，后来根本没人见过。老李怎么说？他说发给老王本人了，可老王没回来过，工资条怎么发给他？所以大家都知道不对，可谁也不敢问。老李为了赚差价，工人工资一直拖着。老王不是嫌钱低跑路的吗？嫌钱低是真的，跑路是假的。他去找老李要了好几次，还说要去劳动监察大队告他。什么时候？老王失踪2天。那家伙嫌工钱低，自己跑路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工钱结清了吗？活没大完就走，我上哪儿找他算账去？您看看这个，听听这个声音，您那套老破小，客厅承重墙上的，昨晚录的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他知道，一听那个声音，脸色就变了。老王不像跑路。那强生呢？是想出来，还是想让人知道他在哪？都不是，你没看那个姿势，不是朝外，是朝下面，墙缝里，像是在找掉进去的东西。四爷说他是在朝下面抠，像是在找掉进墙缝里的东西。老房子翻新，工人手头紧，有时候会把贵重东西，老王会藏什么？一个进城倒儿给了学费的人能藏的无非2样，钱或者跟钱有关的东西。说老王有个小本子，记工时工钱，人不见谁都没再见过，那就去墙里找，不是邪祟作怪，墙里可能藏着一桩没解决的工程纠纷。只要别再有那个声音，墙重新刷一下而已，这点钱我出得起。瓦工避开老李那个队，对着暗红污渍的位置小心凿开墙皮。等等，里面有东西。慢点。本子里记着每天出工、工钱和欠款，最后几页字越来越急。老李欠我工资11800元，3个月未结，他早就知道自己可能出事儿。他把本子藏起来是怕证据被毁，也怕真出事儿了，都没人替他说一句他没跑。他不用再抠了。先查清楚。你觉得他还活着？我不知道，但是要查清楚。本子是他心心念念的东西，名字加本子就是桥，我来开它。师傅坐在这儿就是压阵，真出了岔子，他能兜底。按规矩来。知道。
张纸是干什么的？回话纸，水面说不出的，用这张纸接，不动他写过的东西。今有失踪工人王德贵，生死不明，以亲职记账本为引，以姓名为条，借水为镜。王德贵，王德贵，你看一眼。人要是还在，水边会轻轻颤一下，火苗会往上抬，纸面会皱。人要是走了，水就死着不动，火苗会矮下去，纸也接不到回音。最麻烦的是第三种，人不在了，可事儿没完，水不是边上动，是从完地往颤。有反应了。死而未安。对，人已经不在了，但心念没散，有事没完。师父，死而未安。先查死因，查谁该负责，该报警就报警。好的，师父。等警方看完现场，把该走的程序走完，我们再送他。查完了跟我说，送他的事儿我来安排。师姐，你刚才开坛真的帅，以后能不能教教我？你不害怕了？走吧。明天去找老李。2000 years。昨晚查婚后，我一个晚上没睡，不是怕，是那碗水颤的样子一直在我脑子里转。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今天应该就有答案了。走，去找老李。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，有个东西给您看看。从哪儿来的？您当初装修那套房子，那面墙里，红色污渍下面。王德贵，王德贵，王归武，王德贵，你看一眼。11800块，老王记得清清楚楚。我没。您没什么？我没杀他，他自己出的事儿。那天晚上加班，给那面墙的面层，老王干到半夜11点多说要走。我说你现在走，剩下工钱1分都别想拿。高处那块本来该搭架子，我嫌麻烦，也怕耽误工期，就让他踩油漆桶上去补。他脚下一滑，桶翻了，他摔下来，后脑勺着地。您当时叫救护车了吗？没叫，那桶不是架子，夜里赶工也不合规，一叫救护车，工地停了，罚款追责全算我头上。我把他扶到墙边，给他倒了杯水，然后呢，我出去抽了根烟，也想着怎么办。回来时看见他靠着墙，手一直在墙根那儿摸，他手上有灰。有。凌晨3点多，我去看他，人已经没气儿了。后来呢，天还没亮，我把他拖上面包车，拉去城南烂尾楼，在哪儿呢？地下室一个没填的集水井坑，我用水泥箱填平了。真的不是我杀他，真的我没杀他。但是你害死了他。师傅老李认了，油漆桶摔的，没叫救护车。他说人被他拉去城南烂尾楼地下室，用水泥3加填了。报警，这事该走法律的走法律，你身上管不了也不该管。老李该死了。人已经带到烂尾楼了。这里，里面。那是警方的事儿，等他们看完，我们再送。慢一点，别碰下面。先停，拍照。风箱。人找到了，确实是在那个集水坑里面。看见这种，还是堵得慌。你是王小军？警方说清楚了吗？说我爸出事被埋了。错，还有一些话我跟你说。警方已经拍照登记过了，暂时交给家属保管。今晚送你爸得用这个本子。我妈这几天一句话都不说，她一直以为我爸不要我们了。他没有不要你们，他不是跑路的人，他是凭良心干活的人。我信了。我
我爸不是不要我们，他是抛下我妈，也不是抛下我。可要真是这样，他这些年是一直在那儿。那就把这句话送过去，撑不住也没事，到楼上再哭。走吧，我们一起上楼送你爸最后一程。上次问他在不在，这次送他走。按规矩来。是的。王德贵，事了，路给你开了，走吧。灯给你照路，往亮处走。水和米留给路上用，吃饱了走。王德贵，王德贵，王德贵，没人再说你跑路了，你老婆和儿子知道了，走吧。路引开了，盘成背了，往前走，别回头。你一路走好，我会照顾好妈妈的。10块钱香钱够了，这怎么账上就记这个？剩下的拿回去，好好过日子。师姐，杨先生家那面墙上的污渍，你觉得还会不会在？明天去看看。王德贵，事了，已送，香钱10元整。看完就合上。3点醒了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不用接了，他走了。他叫什么？王德贵。微信到账96元。邢仔，思女，那边天桥的乞丐死了，无名无姓的，怪可怜的。我年纪大了，见不得这个。我跟街坊凑了点钱，想请你们过去给他送一下。人已经让街道接走了，桥底下就剩那些家当，明天就清。可我心里过不去，这人活着没人管，走的时候总不能连炷香都没有吧？行，这个钱不收你，我跟四爷去看看。麻烦你们了，就剩这些了。没阴气，不是阴事，就是一个人冷冷清清走了，所以我才想找你们来。我看看有没有能联系人的东西。找到证件了吗？没有。这不是木棍，是木剑。你认识？不认识，就是有点眼熟。师弟，周醒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这东西也没人认，你要有用就先拿着吧，我不是拿走，回去问清楚再处理。师弟，周醒，没事。怎么了？这东西也没人认，你要有用就先拿着吧，我不是拿走，回去问清楚再处理。大爷，没人认你，我们认一下。香给你点上，纸给你烧了。你走好，路上别饿着。桥下那把不是你的，可我一摸到就想起点东西。想起什么？你小时候有没有用过木剑？
用过，师傅帮我削的，削得很丑。翻这些干什么？找点旧东西。饭要凉了。等会儿。那几个字写的歪歪扭扭，不像我自己写出来的，像有人握着我的手，一笔一画，叫我先记住自己的名字。桥底那把木剑不是你的，可我摸到它的时候，想起一条巷子，地上有水，有狗在叫，我趴在地上。那个人是你吧？是我。你那时候瘦得跟干柴似的，手里抱着一个破碗，里面就半碗饭。那条狗咬住你的衣袖，你没哭也没喊，就死死护着那个碗。他那时候还在抢饭。咬着也没松。五菩萨，我到现在都记得他那眼神。一膳房养不起3张嘴。他还没吃饭。进来。谢谢你没丢下我。面要凉了，先吃。站在光里的才算一首。金元寶還剩3箱，銀元寶2箱半。醒仔，做緊嘢啊？婆婆，您今天來是買香還是？買嘢拎啲沙頭俾你哋食，啱啱喺街市揸翻嚟嘅，甜噶。醒仔啊，你今年幾多歲啦？20幾啦。20幾啦，唔細啦。我個外孫女大學啱畢業，喺銀行翻工，生得靚，性格又好。婆婆幫你約佢出嚟飲個茶好唔好？婆婆，我這工作性質不太適合。妹仔啊，你都未有對象係咪？我個孫仔喺消防隊做消防員，1米83，濃眉大眼，好老實夠穩陣，同你幾親噶。婆婆，我不需要。後生女唔好咁快話唔使嘛，見一面啫，又唔係即刻叫你嫁。何婆婆，您喝水，您先喝口水。請問你們這兒能做全套的喪葬用品定制嗎？量大，您看我們這兒來生意了，改天再聊成不成？下次我帶埋我個孫仔同外孫女過嚟，到時你哋兩個咪拎埋啊。師姐，下次真帶人來怎麼辦？鎖門。我媽這輩子穿衣服最講究，她要是知道穿的不好看，夢裡都要回來罵我。料子用純棉的，扣子不要，全用帶子系，裡面外面我給您分清楚。對，顏色也要正。紙電視要平板的，我媽嫌舊電視小。行，平板的大屏的。紙冰箱要雙開門，雙開門寫上。紙空調能不能做個變屁的？紙紮這邊不分變屁，不過遙控器出風口可以做細一點，看着像新的。我知道，我就是說說。我媽生前最怕日子。你們什麼時候能備齊？後天上午有幾樣紙紮要現做，我們聯繫師傅趕一趕。我媽要是知道我今天花了這麼多錢，肯定又要罵我敗家。今天這單光校布就裁了20多米，我手都減軟了。電視要大的，空調要變皮的，什麼都要最好的。方總，這叫有錢，有錢才講究得起來，沒錢的能體面送走就不錯了。譚哥，坐，喝茶。兄弟，我最近
出了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不跟谢总了，前阵子接了个活，在监狱里当狱警。监狱？那里面有点不对。我先把前因说清楚。我上班那个监狱出了件怪事，可能不是人能弄出来的事儿。最近监狱扩建，监房不够用，把旧监区重新启用了。结果犯人一住进去，当晚就出事，死的死，疯的疯。第一批住进去2个都是经济犯，手无缚鸡之力的人。头一晚半夜，俩人突然往死里打，打得两败俱伤，拉开的时候都懵的，说不清自己刚才干了什么。这种人能半夜往死里打，先分开，别让他俩挨上。监狱长不信邪，第二批塞了3个。第二天夜里，一个抓着铁门往上撞头，撞得头破血流；另外2个呢，缩在墙角发抖，说墙角有人笑。墙角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，就一堵空墙。可那3个人眼睛全定在那个角上，谁也不敢挨过去。监狱长下了死命令，第3批一次塞4个进去。4个，他不怕再出事儿？他就是要压住，关3天2夜，谁也不许放。旧监区报警！旧监区报警！你亲眼看见的？我跟同事第一个冲到门口，隔着铁门就听见里面那声音不像人吵架，像几只野兽在咬。我开门，你们站两边。门一开，3个疯了，一个撞墙，一个咬自己的手，一个抱着头缩在角落，第4个倒在门边，已经没气儿了。我去抬他，一个100多斤的壮汉，轻得像被抽空了。抬担架那2个人明显觉得不对劲，一个大活人，不该这么轻，血呢？灶房里没有，人干了，血也没了。那间房封了快30年，当年为什么封的？你查过没有？我问过一个老狱警，他说那间里头关过一个不太一样的死刑犯，怎么个不一样？他也说不清，只记得上头交代过一句，那间牢房不许再用。这事儿得问师傅。我上去叫他。死者体内的血只剩正常人的1/3，牢房里没有对应的血迹，血没了。对，血没了，人也干了。这个要去现场看看，明天你们先进去，只看不碰，看完回来告诉我，要真是我想的那种东西。通行证写的是，我这包里的东西真能过安检。我提前打过招呼了，你们少说话。行，我不说了。进去再说。进去按检测流程走，不该碰的别碰。刚进来还正常，越往里走越闷。前面就是旧监区，别东张西望，跟紧。这门早停用了，别走老钥匙。这地方跟外面不一样。进去。师姐，罗盘在转。门后面就是那间。开门。越转越快了，停了，他突然停死了。他在哪儿？那边。就那个角落。真到现在都不动，跟钉死的一样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不好的意思。这儿。膝下面有东西，只刮这一小块，位置留清楚。要留档吗？拍，远近都拍。回去给我师傅看，那墙角刻的不是普通的符师姐，不是符，不是保人的，那个是喂煞的。煞，跟谢总家那个一样。谢家那个养了几个月小，这个喂了几十年。藏在墙里几十年没人动，得赶紧回去给师傅看。师傅，这是现场拍回来的，拿近点。这个印我见过，你在这儿等着，别进来。天蓬尺带上，这个匣子也带上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许开。师傅，匣子里是什么？希望用不上。这是多厉害的东西！睡觉去。师傅，接下来查什么？查那间旧死囚房，30年前最后关过谁？最后一个犯人。对，先把人查出来，再看他案底、来历、关押记录和执行时间有没有不对劲。明白。先查人，再查事。你要查哪一年？旧死囚房封房那年，往前翻。你们查这种事儿也得翻档案，时间太久了，销魂都没用。先看纸面记录，谁最后住过那间房？你看这个人无固定职业，长期在民间做法事、驱邪、宣扬迷信，
因用未知方法连杀5人，判处死刑。旧监区死囚房单独办押，单独管，记录上写的很清楚，不能和其他人接触。吕仲，应该就是他，因为他懂这些。不一定，这个我要回去问问师傅。可是记录显示他只被关了8天啊，8天能留下杀业。如果他每天都用自己的血肉，够了。估计是想闹出大动静，趁乱逃。这里写着他的枪决提前了2天，提前了，原定15号，13号收到文件，马上执行。那就对上了，东西养到一半，人先没了。谁下的提前执行文件？喂，领导。有市长帮您谈完价学徒的。监狱长找到当年的老监狱长了，老人家怎么说？电话里说不清，让我们当面去。走。您好，领导，我是小谭，这位是周醒，这位是思叶，监狱长让我来的。进来吧，坐下说。领导，那个旧监房的事儿，您知道多少？那间牢房又出事了。又？这件事我压了30年。监老，我们想听实话。1988年10月5日，那天是中秋节，监狱来了一个不一样的犯人，样子像是西南那边的人，一脸凶样，脸上身上到处纹着稀奇古怪的符文。这个人必须单独关押，绝对不能和其他人接触。所以当初我就把他单独关进了那间旧死囚房。本来枪决是选在15号，可13号那天文件到了，说必须马上执行。我当时也觉得奇怪，但只能按文件办。吕仲执行以后，那间牢房按规定重新启用，白天好好的，一到晚上就出事，疯的疯，撞墙的撞墙，嘴里喊的话谁也听不懂。前前后后那间牢房里死了4个人，4个人，死法都一样，人干了，血没了，牢房里却找不到一滴血，一滴都没有。那个年代没人敢查，只能封。30年前死了4个，现在又死了1个，你们还接吗？这个事儿不小，我得回去跟我师傅商量。师姐，你觉得呢？回去说。师傅，严老这边问完了，我们马上回。吕仲这个名字我听过，谁跟你说的？一个已经不在了的老先生，也是这行的人。那帮人里死的没剩几个了，都是祸害。明晚动手，周行，把家伙都带上。思叶，你负责主攻。那您呢？我压阵，也不知道我还顶不顶得住。明晚必须要斩煞毁印。师姐，那个煞是不是很厉害？我有点害怕。别怕，你在门外。师姐，你不怕吗？不怕，我有玉佩和破煞。那倒也是，红玉百鬼不侵。东西我来拎。陈先生，是我。话不多说，天黑前我们要准备好，旧监区不留任何人，监控也关。监控也要关？你不会想让这种东西留在硬盘里的？比我想的要大，但还在我能顶住的范围内。帮我拿着，千万别打开。布阵。这次是我第一次遇到连师傅都觉得棘手的事情。我一直觉得谢家祖宅的那只已经很厉害了，没想到还有更厉害的。他们养煞到底为了什么？比他更厉害的煞，那会是什么样子？我无法想象。
不过师傅把镇店之宝都拿来了，问题应该不大。那位老先生怎么一句话不说？他在等那东西出来。心有新歌。地有罗网。阴阳分派。协助清阳。接下来把冲力做补出来。凡属凶鬼，扰人藿香。就是现在！无成天地。十刃相抗，一斩其形。二断其殃。三消一气。永必幽藏。天地作证。不存孽障。有感为阴。精神俱丧。那一剑落下去，屋里突然没声了，可我没敢松手。煞散了，印还钉在墙里。这行最怕只看眼前的东西。破煞，根不丰，迟早还会长回来。完了，守阵。陈先生，这件事没有人会知道，但我记着，该记着的事儿别忘就行。
刚才你差点被他碰到，差20厘米，干这行什么时候当过事儿？你耳朵边上的头发白了几根？那几根白头发，思夜自己还不知道。师傅一路没睡，还一直按着那个匣子。当时我确实很害怕，那个煞离非常近。开稳点儿，我开的挺稳的。你刚才变道没打灯。哦，师傅，谢家案那个煞跟今天这个比差多少？谢家案那个是古大师养了几个月的，没有根儿，砍了就没了。今天这个呢？今天这个有根。有煞印就有根，有根就能长。为了30年跟进那面墙每一条缝里了，所以您才亲自来。天蓬尺是压根用的，我把煞印的气封死，等于掐断根和枝的连接。你师姐在上面砍枝，我在下面断根，同时动才行。那个匣子里的东西，要是今天天蓬尺不够用，您会打开吗？会。但打开了就不一样了，还要供奉。我养了20年，每天上香，每天换，不能断。用一次20年的温养就空了，想再用再养20年。匣子没开，封条完好。师傅站在柜子前静了几秒，才把柜门关上。今天那个吕仲，您说您听过这个名字？10几年前有个老先生来过一善坊，他走南闯北，见过不少种子，煞印、咒印，藏在地底下的邪物，都是有人故意留下来的种子。师傅，那个老先生跟您说这些干什么？他说他老了，走不动了，他还有很多种子没拔完，他留了一点旧福册，吕仲那个煞印在第37页，那页我能看吗？批注我涂掉了。吕仲是那批人里最不入流的一个，今天这个案子福册以后再说。师姐，今天那个东西是吕仲一个人留下来的，师傅说他是那批人里最不入流的，那比他厉害的那些人留下的东西，那就多练了。我又不像你那么有天赋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监狱旧案，煞一斩，定一毁，天蓬使用，匣未开。吕仲，第37页，待查。以前写的都是已了，是句号，不是句号，是简略号。醒仔，你係咪唔記得咗？忘了什麼？今日咩日子啊？我生日。21啦，大小伙子啦，外孫女嗰件事考慮成點？何伯伯，您先别说这个，我先谢谢您的蛋糕。从我6岁来到一善坊那天起，每年生日，师傅都会给我煮一碗面，15年，1年没断过。得啦，蛋糕你哋慢慢自己切，外孫女嗰件事下次再講。别废话，趁热吃。师傅，谢谢你。这是什么？生日礼物。姐，你这个礼物我估计全中国就你送。The fakeness,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
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isn't that?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, I could roast, I could gas.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只有更快才能应付以后的危机。拜拜。大哥，找人啊？我想问个事儿。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剪金？知道。那就好，现在说吧。我奶奶走了8年多，快10年了。前几天家里刚给她做了剪金，开坟捡骨、擦洗、装金塔，新坟新碑也都弄好了。也就是说，事儿已经办完了。本来以为妥了，可当天晚上我爸就出事儿了。你说的剪金，就是土葬几年以后，把骨头从棺材里捡出来，擦拭干净，再装进金塔。对，就是这个规矩。金塔不是金做的塔，是专门放骨头的陶瓮。你懂这个就好，我就怕你们不懂这个。装进金塔以后，再重新选地方安葬。有的地方叫石金，有的叫旗骨，客家人那边都叫剪金。你们是广府的还是客家的？客家的。我们村子在增城那边山里头，老一辈还保留这个规矩，所以这次才按老规矩办。我爸叫何志明，今年78。旗骨那天他在山上从头看到尾，回来当天晚上人就不对了，不吃饭不说话，走路都要人扶。医院看过没有？看过。医生说身体没什么大毛病，就是人像被吓垮了。怎么吓垮的？我爸说半夜有人在窗外喊他，一开始听不清，后来听清楚了，是我奶奶的声音。客家话一句接一句，骂得很凶。你奶奶骂他什么？他骂的是客家的话。你这只屎佬，我嘅唔係呀，係趯人嘅墳。你連你自己阿嫲嘅墳都認唔到，活了70幾年，趯話咧。你爸為什麼會認錯墳？半年前山上滑坡，泥衝下來，幾個墳頭都被蓋了，墓碑歪了，樹也倒了，原來的地形全變了。所以這次是按記憶找的。對，我爸按以前的樹樁和記憶給師傅指的位置。你奶奶當年下葬用的是什麼棺材？杉木，我爸專門找人定做的。確定是杉木？確定。我爸說老人走了，棺材不能太寒酸。何先生，我們去現場看看。那到了現場，先看木頭。師傅，我們出去一下。去哪兒？增城那邊看個墳地的事兒。帶上羅盤，到了現場先別動，看清楚了再說。何立軍他們村在增城那邊山裡，車進村以後，路越來越窄，兩邊都是竹林和荔枝樹。半年前那場滑坡，把原來的路、樹、墳頭全衝亂了。何志明後來認墳，只能靠記憶裡的樹樁和舊地形，可地形一變，記憶就不一定靠得住了。這個木頭不對，這更像松木，不是杉木。那不是我奶奶的棺材。不是，你爸挖錯了。问朝向，用罗盘定方位，找冲不走的参照物，再找村里记得旧坟位的老人。明白。坐北朝南，稍微偏东一点，右边石部有块牛背石。牛背石找到了，从这块石头做石部。就是这儿，当年志明他妈下葬，我来帮过忙，就在牛背社左边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那下面那个是德伯公罗德元。德伯公？你现在不说，等人家自己发现，就不是道歉能解决的了。我知道。建华，有个事儿得当面跟你说。华叔，我给您磕个头。先把话说清楚，你把我爸的坟挖了。建华，事情弄错了，人已经找到这来了，先让建军把话说完。怎么赔怎么修，您说了算，我一个字不推。那就把我爸的坟给我修好，一块砖都不能少。是，我一定修好。最难的一步过了。被挖错的坟修好之后，要请人做一场安抚，给活人看，也是给被惊动的人一个交代。明白，我让他们请和尚。我去请。头朝山顶，脚朝山脚。当年德伯公下葬，就是这个朝向，不能变。先把水清干净，东西按原来的方向归回去，一点都不能错，是吧？不能错。错
错了就不是修坟，是再动一次。从脚往上推叫压头，不是埋人，是压人。从头那边往下填叫顺葬，让他安安稳稳躺着。明白，从头那边填。何老先生，后辈无心之过，已经修缮归位，今日念斋安抚，愿您安息，不再挂害。后人已知错，本已归位，愿您收心安住。行了，不追究了，都是一个祖宗出来的，以后做事仔细点。这次到这儿，谢谢花。山木来了，爸，我现在给你打电话。爸，找到了，是山木的，没错。好鬼不消，惊扰了您，今天来接您，请您莫卖见怪。奶奶，是我们弄错了。行了，亏吧。先从脚骨开始，一块一块往上捡，每一块擦净，摆到红纸上，顺序不能乱，乱了，老人家就不是被请回来，而是又被惊动一次。齐了。从脚骨开始，一层层往上放，像让人重新在瓮里做好。这个姿势叫做瓮，也叫归元。写明封口，封口完成，事儿也就算结束了。奶奶，这次是对的了，对不住，让您多等了这些天。这个位置好，您看得见整个村子。奶奶，我爸不是故意的，您不要骂我爸了。爸，事情办完了，奶奶的坟找到了，旗鼓也做了，新坟也立了。真的，你看，新坟在高处，看得见村子。哇，你慢点，我自己来。爸，姐夫，阿媽，这回啱咧，你唔好再罵我咧。何先生，您爸没事了，带他下楼晒晒太阳，吃点东西。好，周师傅，等一下，这是一点心意，谢谢你们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何老板。我们先回去了。何老爷子被吓得几天下不了床，事情办完，他立刻就好了。你说这算什么？算孝顺。也是。办完了，德伯公的坟修好了，和尚也念过经了，何老爷子他母亲的坟也好了，何老爷子现在能自己下地走路了。Victory！ 转信了。你换苹果啦？哪买的？当然是转转呀，他家二手是真不错。最近我还买了一台平板，原价6000多的2020款 iPad 11 Pro， 现在转转只要2000多，这价格相当划算。这么便宜啊？对啊，价格差了这么多，我感觉买新款真的亏大了。以后买平板我只推荐转转，不纠结了。陈师傅在不在？我师傅在楼上。您是？我姓刘，刘彪，朋友介绍来的，我有事找他。刘哥，慢慢说，什么事儿？挖到什么了？软泥，又黑又黏，带一股味，土腥味，不是正常翻土，是烂的味。当天晚上就出事了。有一个出事的是夜班的老何。谁呀？他说那天晚上站在坑边抽烟，抬头一看，对面站了个人，那人低着头不吭声，老何就绕过去看，可等他走到地方，人没了，脚底下只剩一滩黑泥。第二天白天又出了事，有个架子工从坑边过。有人推我，谁
真有人推我！哪有人？你后面没人啊？可当时在场的人全都说他后面根本没人。到了晚上，小李和老王在那边收工具，他们说隔着基坑对面站着个东西，手电一照没了，灯一灭他又站回去了。后来这俩人工具都没收，直接跑了。第3天是小唐，他人是清醒的，可那双脚就是不听使唤，自己往坑中走。拉我停不住，拽住他，快！要不是旁边人抱住他，他那一下就下去了。第4天晚上，差点闹出人命。老方半夜听见老马床上一直在哼，那声音就像喘不上气。他摸到手机，刚把屏幕点亮。幸亏老方醒得快。老马，我梦到掉进泥潭里了，呼吸不过来。再晚点你可能就死了，这地方有鬼。他们两个对视一眼，连东西都顾不上慢慢收，当天晚上就跑了。工地的事我能扛，但后来那个东西出来了，不在工地里待了。谁先遇到的？小陈，附近便利店夜班的姑娘，她是第一个。后来工地外面也开始出事儿，第一个是附近便利店夜班的小陈要路过，他跟我说那东西就在他后座上，浑身都是泥。再后来是个跑外卖的叫阿生，那晚他送完单停在窄巷里看导航，救命嘞！我疼哦！救命啊！有鬼喽！他鞋都不要了，光着一只脚骑车跑，那只鞋就这么沉进地里了。请带好随身物品。还有个网约车司机姓温，那晚他把最后一个客人送到围挡边，客人一下车，他看手机到账，刚准备走，不可能，这车上没人，自己吓自己。谁撞了真没死，可玻璃上留下一个黑色。前天我扛不住，找了个师傅过去看，那人派头很足，开奔驰来的。小事，地基冲了点，压一压就行。你们做工程的，动土不败。今晚之前我给你镇住。他看了几眼，就说问题不大，开始在坑边摆坛。我那时候还真以为他能镇住，后来他把坛摆到坑里面，说要近点看。天刚黑，坑皮那片泥就开始动了。土泥熬木啊！他当场就瘫了。罗盘都掉进泥里，后面的事你们也猜得到，他连东西都不要了。有怪莫怪，有怪莫怪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家到底是什么？去城中村找一扇房，找陈守义，别的人找不定。钱他没收，东西也没拿，直接跑了。这个挂着别拿下来，这次这么凶，你师姐有红玉，你没有，你要注意。这次的事正好练你的胆子，怕可以，别乱。刘哥，今天先看现场，你带路。走。白天看，不要下坑。人呢？都撤了。温师傅出了车祸以后，工人说什么都不来了，双倍工钱都没人接。或者是从坑里上来的。不对，阴气很乱，指针乱跳。红了。什么意思？东西顶上来了。先看坑底。怎么这么冷？不是冷，是阴气。这种泥埋过东西，被挖开就全冒出来，下面不干净。要不要捞？别动，白天不下。不对劲，看水面。退。那是什么？他知道我们来了。师傅，照片看了吗？我们到工地了，情况不太对。之前那个师傅
姓什么？刘哥，那师傅叫什么？姓吴，好像叫吴怀德。我打个电话。老陈，是不是那个土方老板找你了？我告诉你，那个东西厉鬼啊，普尼阿姆啊，我差点就栽了，只有你能搞定。我先回乡下休养，你自己小心。猎鬼有惊无险，白天别下去，等晚上再动手。4夜下去，你手圈线破了就补，哨子记得带着呢。顶不住就吹哨，跑。明白。这块地以前是干什么的？有没有出过事？这个我还真没问过。梁博，是我刘彪，问你个事儿，这块地以前什么情况？梁博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这片地方乱得很，什么人都有。那边以前不是工地，是一片没人管的烂泥潭。那人叫烂仔正，不是真名，附近的人都这么叫。收树的，手上不干净，打断过人的腿，还逼死过人。他欠我的，我借点钱打发。后来他拿着老板见不得光的事要钱，祸就是从这惹出来的。梁博说，从那天以后，就再没人见过烂仔正。以前楼压在上面，几百吨重，地基像一块棺材盖，他出不来，只能往上渗一点阴气，所以底楼住得不舒服，但一直没出大事。今年楼一拆，盖子没了，桩基又往下面打，等于把它放出来了。楼拆了，盖子没了，桩基又往下打，等于把坟掀开，还往里面捅。活着就不是个好东西，死了更不会消停。今晚替天行道，杀恶鬼。探照灯，封路，警戒线。10点以后，一个路人都不能过。先把入口封住，灯架到坑边外面。今晚干活。刘哥，不管听见什么动静，你都别过来。你们小心。下去吧。越往下越冷，那股土腥味儿像活了一样往人脸上呼。先摆好，再叫他出来。留个活口，等他现行就封。那片水还在呼吸，庄脚周围的泥也在往上鼓。天火地火三昧真火。相引八方，邪祟现形。无缝祖师，速现速来。急急如律令。投出来以后，肩膀、胳膊，整个身子才被泥一寸寸团的贴起，站直差不多3米。师姐出来了。等他站稳，立刻封口。就差这一扣。丢下！他封活口！我靠，符没了！起身，走开！封口，我拦他。别回头，封口。红绳在这儿。快！封住了。收好线。煞由泥生，还归泥去。破！他右臂，小心！东边！
看见了。这么猛吗？阿弥陀佛！不对，无量天尊，好像也不对，菩萨保佑。东边补上了，还有砖底下。盐没了，够了，不从无令者。我和师姐谁也没躲去。搞定了，坑底有骸骨，你去报警，把这事处理完。我们只管阴事，活人的事让警察处理。凌晨1点多，整条巷子都睡了，一膳坊还给我们留着灯。先去洗澡，再吃。不是怕，是劲儿退了，身体这时候才开始算账。第一口热的咽下去，我才知道自己真的回来了。怎么散的？摄鬼咒4句，师姐从胸口一剑斩到底，散得很干净。盐圈呢？断了2处，都补上了。备用盐最后一把也用完了。红玉呢？没事。师傅没再问，我们就把宵夜吃完了。师姐，眼圈断的时候我差点没补上。你补上了。要是慢半秒。但你没慢，该做的你做了，想那些没用的干什么？第二天下午，法医从泥里挖出一副不完整的人骨，埋了20多年，已经接近30年，没有衣物，没有走子随身物，身份也查不出来，案子立了，可太难查。陈师傅，这次的钱10万，工人工资全结了，车我赔，医药费我出，跟我干活的人不能寒心。5万，够了。你停工10天，又赔车又出医药费，多的拿回去，复工还要钱。你们这个店到底怎么做生意的？那个东西你们没给他做法事，不送一程？冤魂没人管，才该送。这麻子活着害人，死了还害人，这种东西不配送，也不配超度。